乌赫莱达尔这个地方要成为俄军装甲的绝地了。根据乌克兰新声音报道，乌军第72独立机械化旅的士兵在近期成功挫败了俄罗斯向乌赫莱达尔前线推进的企图，并且击毁了大量装甲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战况。乌赫莱达尔位于顿涅茨克南部，它可以说是俄军在今年以来遭遇损失最多的地点之一了。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不大的小镇。为什么俄军要对这个地方反复攻击，非拿下不可呢？大兵个人认为这个小镇有2点引起了俄乌双方的高度关注。一呢是小镇地势较高，如果乌军占据小镇，可以架设远程火炮，比如海马斯等，直接炮击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两地。同时，小镇又是顿涅茨克的重要交通运输枢纽之地，如果俄军占据了乌赫莱达尔，会对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军事阵地补给造成威胁，因此双方对这个小镇都是势在必得。在今年的2月份，俄军的精锐部队第115陆战旅出动了大规模装甲车，想要一举拿下此地，但结果呢，却是一头扎进了乌军布置好的火力口袋，直接损失了数十辆装甲车和坦克。本以为俄军经历此次失败后呢，多少会吸取一些教训，可谁知俄军在本月初的时候又卷土重来了。据报道，11月1号，一支拥有大量坦克和步兵的俄装甲纵队试图在乌赫莱达尔东南处的米基尔斯克村发动攻击，其目标呢是消灭乌克兰在此地的突出部。但这里我们要知道，乌军本身位于战术高地，难以直攻。其次呢，桥头堡地区地雷密布，而且由于很少在该地区行动，俄军并没有很好的地雷分布图，因此俄军在这场进攻初期并没有做好太多准备工作。相比之下呢，对乌军而言，乌赫莱达尔和新梅凯利夫卡附近的俄军活动在过去1年中呢相当频繁，这让乌军呢对于俄军在行动地点和预期情况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第一次攻击发生在米基尔斯克东北方向，俄军突击队的目标呢是将乌军赶出附近的森林战线，建立对田地的控制，并向公路靠近。只是由于米基尔斯克面积太小了，距离前线太近，无法隐藏大量兵力，因此俄军突击队从南面出发，必须穿过空旷的田野。这个行动被乌克兰无人侦察机操作员提前发现了，乌军第72机械化旅迅速出击，使俄军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机会，在穿过米基尔斯克之前呢，就开始遭到损失了。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摧毁了纵队首部的第3辆车，使后面的其余车辆无法动弹，有1辆车甚至掉头就跑。然而乌军不允许这到嘴的鸭子飞走，开始用大炮猛轰，而位于最前面的2辆俄军装甲车在发现形势不妙呢，也调转车头开始逃跑，但由于其纵队中间的1辆装甲车被卡住，导致后方的俄军装甲车集中在很小的一个区域内，最终结果就是整个突击队被摧毁，俄军至少损失了18辆坦克和装甲车。尽管如此，俄军并没有死心，在2天后，俄军第2支突击队再度出发了，进行同样的攻击。由于环境未变，乌军再次在他们穿过米基尔斯克之前就发现了他们，并再度开始猛烈炮击。这次的结局和上次一样，俄军第2支突击队也丧失了作战能力，再也无法冲进乌克兰人沿树线修建的战壕和工事。当然，俄军的第2次进攻若是放在整个乌赫莱达尔看呢，还是有些变化的。例如在第2次进攻时，俄军在这里展开了进攻，俄军沿山沟推进，这种推进方式呢，可以利用地形尽可能的减少自身被发现的机会，并且靠近公路，从北面切断乌克兰的突出部。通过这种方式，俄军成功越过了前线后方1公里多的距离。不过这支突击队呢，还是被配备夜视仪的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发现了，但乌克兰炮兵没有立刻开火，因为无人机操作员知道俄军正在接近雷区，所以决定等他们自己躺雷。很快，第1辆俄军装甲车被地雷炸毁，几秒后呢，下一辆也被炸毁，紧接着乌克兰炮兵开始发动炮击，开始了熟悉的剧本。在事后经过乌军统计，俄军在这几天的进攻当中呢，损失了40辆装甲车，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再对此地出手了。
那么说完了乌赫莱达尔的战况，最近大兵还发现一个俄罗斯国防部特别迷惑的操作。在11月13号，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和俄新社援引国防部的话说，莫斯科正在将部队转移到第聂伯河以东更有利的位置。这篇报道呢是这样写的：第聂伯河部队的指挥部在评估了目前的形势后，决定将部队转移到第聂伯河以东更有利的位置。重组后，该组织将解放部分兵力用于其他方向的进攻。对于这个说法，想必各位已经十分熟悉了。俄罗斯国防部经常会用此类的措辞，每次部队需要撤退的时候，都会说是将部队转移到更有利的位置。但是俄罗斯人都无法理解这些俄军为什么不继续驻守在原来的第聂伯河的驻地，因为那里距离克里米亚半岛西北部不足100公里，是守护克里米亚的西北屏障。这里的俄军一旦撤离意味着克里米亚半岛西北部失去了外围防守，让乌军的火力距离克里米亚大桥更近。一旦乌克兰彻底炸毁克赤大桥，克里米亚就完全失去了与俄罗斯的联系，后方的武器弹药和支援部队再也无法进入克里米亚了。而在最近几周呢，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几个地方成功渡过第聂伯河，站稳了脚跟，并且已经有了逐步扩大行动的迹象。俄军若是在这时候选择撤退，未免也太疑惑了一些。而且这种举动呢，必然会引起俄民众对国防部的强烈质疑。因此在事情的最后呢，俄国防部干脆以塔斯社和俄新社的消息为乌龙新闻为由，要求这2家媒体撤回了报道，并向观众道歉。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派出军事分析家们在媒体发表访谈，告诉俄罗斯人，乌军不具备大规模渡河行动的2栖作战能力，因此第聂伯河会被视为天堑。在乌军攻破俄军的扎波罗热防线前，乌军不会对克里米亚西部构成威胁。这个说法呢，若是放在1年前，确实是没啥问题。但在近几周的时间里，这个天堑呢已经被乌军打破。在距离第聂伯河河流南岸内陆2公里的克林基村，乌克兰军队取得了关键性进展，数千乌军已经在这片狭长地带建立了炮火阵地。目前，克林基仍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但其拓展速度也是最快的。向东可以肯定，乌军已经抵达了科尔松的森林。这2天，乌克兰炮兵明显加大了对新卡霍夫卡的炮击。向南 M14 高速公路方向的森林地区几乎全部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一些俄罗斯博主称，乌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或者至少已经看到 M14了。过去一段时间呢，俄军一直试图将乌军赶出克林基，但是呢，乌军的阵地受到了大片沙漠的保护，俄罗斯部队被迫在一条相当狭窄的战线上前进，这很容易遭到乌军在河边发射的集束弹药打击。现如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已经确认，乌军在近期已经在第聂伯河西段的南岸占领了一片100多平方公里的阵地，并且迫使俄军撤退。实际上，乌军的先头部队呢，在1周前已经进入到该地区了，并且与俄守军多次交火。俄军不敌乌军的炮火，被迫撤离。乌军更多的后续部队渡河跟进，并扩展了阵地。这也是乌克兰首次正式承认乌军在第聂伯河南岸建立牢固的阵地。这些举动呢，也让一些俄罗斯博主产生了误判。他们认为乌军的重型装备已经被批量运到了左岸，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看到可视的证据。事实上，目前乌军仍然是主要依靠小船输送补给和增援部队，大量的重型装备渡河似乎还不太现实。因此，大兵认为，只有当乌军彻底控制了渡河区域，才有可能进行大的动作。因此呢，在乌军密集的攻势下，俄国防部再说自己要撤退，就显得有些尴尬了。虽然此消息很快被撤回，但也意味着俄军很有可能没有信心守住赫尔松战线的防御，因此才不得不提前打算撤走。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战线的进展。在当前依旧战况火热的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证实，乌军在阿夫迪夫卡附近击落了一架俄军的苏25战机。在阿夫迪夫卡前线，俄军仍然进行疯狂的人海攻势，并增投了1个旅的兵力。在过去2天内，俄军曾2次试图攻打斯捷波夫，但2次均以失败告终。
在阿夫迪夫卡南部靠近沃迪恩涅的地方，俄军再次试图向斯杰维尔涅推进，但这次进攻呢也没能成功。俄军现在被迫转向使用较小的步兵队伍进行攻击，类似于瓦格纳步兵战斗部队在巴赫穆特所做的事情。其最终目标呢是拿下焦化厂，并进一步全面占领阿夫迪夫卡，但到目前为止，俄军的进攻全部被击退了。而在俄罗斯将阿夫迪夫卡作为进攻重点之际呢，乌克兰也针锋相对地打算将其北部的巴赫穆特作为重点反攻对象。这样一来呢，可以牵制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方向的集结；二来，乌军在巴赫穆特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形，并且具备成为俄军绞肉机的资质，在巴赫穆特战场可以更好地造成俄军重大伤亡。如果俄军不在巴赫穆特持续增援，乌军完全可以向巴赫穆特全境推进，然后尝试拿下巴赫穆特。为了阻止乌军这一做法，俄军再次对巴赫穆特南翼的克里什奇夫卡和安德里夫卡发动了大规模多轮进攻。由于霜降来临，给俄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一度让乌军的防御十分吃紧，但最终乌军还是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地面部队司令希尔斯基在11月14号称，在过去的2周，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和顿涅茨克州的东部前线损失了4000多名士兵和500多件装备。他说，俄军一直在攻击哈尔科夫州、库比扬斯克周围的乌克兰部队，以及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废墟城市的北部和南部。俄军还加大了无人机攻击力度，尽管俄军试图通过发动新进攻来夺取主动权，乌军还是粉碎了俄军的所有计划。至于其他战线，俄军的声音呢就小很多了。毕竟总体而言，俄军不可能在各个战线都维持这种高消耗的进攻。东部前线呢只是他们的一个辅助性的目标，巴赫穆特次之，真正志在必得的仍然是阿夫迪夫卡。说完了战线，我们再来说一说军援环节。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宣布签订一份合同，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供应25辆豹一 A5 坦克、5辆装甲车和2辆坦克训练车。该订单价值数千万欧元，将由德国预算提供资金，预计呢将于2024年开始交付。此外呢，德国还宣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新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其中呢包括另外10辆豹一 A5 坦克和许多其他必要的武器。并且呢，德国政府还准备在2024年向乌承诺的40亿欧元援助的基础上再增加40亿，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预算提高到80亿欧元。同时呢，德国国防部还有20亿欧元的资金可以用来履行长期国防合同。对此呢，德国联邦议院各党派已达成共识，联邦预算委员会即将于下周批准该预算。这被认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对俄罗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而除了武器弹药之外呢，欧盟还在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其他援助，比如说用于排雷的工兵犬。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0只经过专门训练的排雷犬，目前已经交付了9只。这些排雷犬呢，有芬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训犬师训练，在部分排雷犬的防弹背心上还安装了特殊装置来检测放射性元素。最后呢，由于乌克兰战场已经快要进入冬天了，基辅也在为冬季来临之际击退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冬季的到来呢，无疑会给战争进程带来变化。根据基辅方面的担忧，这种变化呢，首先会体现为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轰炸规模的加大。乌克兰能源部长格尔曼加卢先科在向乌克兰电视台发表的讲话中发出预警，俄军正在等待气温大幅下降，等待气温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0摄氏度以下呢，那时他们就会发动攻击。加卢先科认为，公平的做法呢是乌克兰先通过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来回应这些袭击。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